是否发现红队？完毕。蓝5、蓝3回答，没有发现目标，我们在驱赶目标。完毕。蓝3，红队狙击手相当的狡猾，开枪会暴露你的位置，小心一点。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一个列兵也来教训我？眼前的班长仗着自己是老兵，不仅对新兵的提醒充耳不闻，甚至还嘲讽起他列兵的身份。然而打脸来的就是如此之快。正当他愤怒地朝着树林扫射时，何晨光和李二牛同时扣动扳机，子弹精准击中车上的2人。就这样，他们成了15个猎人中最先被淘汰的2个。随后，何晨光和二牛也不墨迹，他们迅速在车底下布置耳雷，随后再次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。得，刚开战，蓝队挂2，还不是因为你搞的？怪我？怎么不怪你？不多时，果然又来了2个猎人。得知了事情原委后，他们便想征用眼前的步战车。这车我们现在征用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我们2个跑了10几公里的山路，好不容易抓着一辆车，起来！一心只想开车的菜鸟并没有听出来他的言外之意。就在他们刚刚发动汽车后，车厢里立刻升起一阵白烟，这也宣告了2人阵亡。下车吧，还在这干嘛？没你们啥事儿了，等着收拾队吧。得知又有2个队友被淘汰，王彦兵这边的4人小组顿时不淡定了，就连飞行员也感慨2个列兵竟如此厉害。王彦兵凭借着自己对何晨光的了解，认真地分析着局势。然而这再次引起了飞行员的嘲讽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看到我们2个干部正在商讨敌情的吗？插什么话？心不大。画面一转，何晨光和李二牛为了躲避猎人的搜索，来到了一处废弃工厂。何晨光脚步一顿，一眼就瞧见猎人埋下的地雷，他立刻警觉起来，抬头环顾四周。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他的视线最终锁定在远处高耸的烟囱顶上，那里视野开阔，居高临下，是绝佳的狙击位置。他迅速装上消音器，随后举枪击发，子弹无声地穿过空气，精准击中目标。打上来！陈光，你太神了吧！二牛这时也发现了一个藏在掩体后的观察手，低声报出了方位：12点的方向，音速中断，平南，他就在那。何晨光几乎没有停顿，枪口微调，又是一枪，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第2名猎人。2人没有恋战，二牛提议立刻进入厂区埋伏，何晨光却摇了摇头，指向前方那片开阔地，告诉二牛，要想进入厂区，必须通过前方的开阔地，贸然进入肯定会成为猎人的活靶子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等。夜色终于彻底暗下来，2人压低身形，借着阴影的掩护，悄悄向厂区摸去。然而就在即将踏入厂房的瞬间，一颗手雷滚到了他们脚下。手雷！幸好他们反应敏捷，迅速闪开，手雷在身后爆炸。2人还没来得及起身，冰冷的枪口已经抵在了头顶。起来 ，Game over！ 起来，别装凶！你让我起来的啊？对啊。自古以来，反派死于话多，正是这瞬间的犹豫，给了2人翻盘的机会。何晨光目光一动，二牛立刻读懂了他眼里的信号。2人同步出手，攻守局势瞬间逆转。2个猎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反制在地。班长，你嗝屁了！解放军优待俘虏。晨光，怎么办？何晨光缴了对方的枪，直接送2人领了盒饭。他动作利落流畅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二牛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，何晨光却轻描淡写地告诉了二牛一句和氏名言：稍微给他们点机会，倒霉的就是我们。记住一句和氏名言：对待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